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有一个问题，大部分穷人都不会去想，以前的我也是觉得很无聊，父母也从未提过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通了，你就会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金钱、权力、名声、健康、女人都是一瞬间的事情。这问题就是你到底应该怎么活在这世界？这绝对不是什么高大上、很虚的大道理之类的。日本政府就曾经亲自去求过一个人，请他出山，希望他可以救要倒闭的日本航空。你知道的，航空影响了整个日本的旅游业，所以日本当年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。而这人呢，从来就没有经营过航空公司，也就是说，跟我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，都是小白。他叫做稻盛和夫。结果他用了3年不到时间，帮日航扭亏为盈，再次上市，成为全世界最快盈利的公司，然后他就功成身退。你可能会想，如果自己能请动他帮你赚钱的话，那该有多好啊？那这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但今天如果稻盛和夫愿意告诉你他白手起家创立2家世界500强公司的秘密，如果你今天可以跟马云、比尔盖茨、孙正义还有李嘉诚一样成为他的学生，那你愿不愿意免费的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呢？稻盛和夫我很早就研究过他了，我以前觉得他讲的都是废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整天讲的不要只为了赚钱而工作啊，不要只为了回报才去做事啊。我笑了，我出来做生意不为赚钱，你不是搞笑吗？当时的我赚到了第一桶金，我觉得这种人讲话呢，就是骗穷人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为他工作。后来我遇到了瓶颈期，我开始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嘛，也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，结果就一直很倒霉。直到我翻了翻书柜，我看到了活法这2个字，我打开了稻盛和夫老师写的这本书。毫不夸张的讲，到目前为止，我想要的东西呢，很少是得不到的。因为活法这本书里面让我非常的清楚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。很多人会觉得我今天讲的话很迷信，对了，但相信的话又没有什么损失，人家世界富豪都相信了，凭什么我不信呢？而且我自己真正实践过，也获得了成果，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分享给有缘分的兄弟姐妹，也请同路人为我撑腰点赞啊。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要和我连接，除了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，还可以去 TikTok 关注我扫地僧。好了，灵魂拷问：如果你今天想要写一本自传，你有故事可以讲吗？我问过很多人，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没有。为什么我看《活法》这本书很有共鸣呢？因为稻盛和夫讲的跟我一直以来想的几乎都是一样的。人生就是一场戏，你自己就是戏里面的主角、导演还有编剧。其实大家小时候不都一样吗？幻想自己是卡通片里面的主角，然后吊打那些坏人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长着就把自己演成一个配角，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不知道自己可以干嘛。被什么平平淡淡就是幸福啊，这类型的语录洗脑了。那你去思考一下，平平淡淡的戏会精彩吗？所以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怎么混，然后成为了我们资本家的一部机器，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赚钱。其实不怕大家笑话，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主角，身边所有的人都是我的配角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衬托我本人的光芒，而我们要做的只是把这场戏演好。那怎么做到呢？我们看看这稻盛和夫的剧本，起点跟我一样都是非常低的普通家庭，人呢也谈不上聪明，从小读书就常常不及格，考不上好的大学，毕业以后满腔热血的出来找工作，想要闯出个名堂。结果呢，经济不景气，很多公司不但不请人，还大量的裁员。他本来想要当个医生，却只能在一家陶瓷厂里面当一个工人，而且还是大学教授推荐的。然后他一进去，这家公司就很快要倒闭破产了，连薪水都发不出来。里面的员工呢就罢工，然后跟稻盛和夫一起进去的大学生都辞职了。大家看到这里，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原理是这样的。很多人一旦遇到这样的逆风开局呢，就不想要玩了，就想要摆烂，想要躺平。那这场戏跟你的人生就没有悬念，就是一场败局。这其实跟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讲的是一样的，因为你眼中只有钱嘛，那没钱的工作你干不干？你肯定不干。而你会发现，这世界所有白手起家的企业家，他们一开始没钱的活都是这样去干的，因为他们赚的不是现在钱，而是以后的钱。
这稻盛和夫呢，明知道这个厂子要倒闭了，他还继续的干，吃喝拉撒都在实验室里面不断的思考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平常人要用几十年才有机会摸到整个陶瓷行业的皮毛，而稻盛和夫摸索了1个月，就是平常人的10年了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比较聪明，而是这家工厂没人干活了，难得有一个年轻人不吃不喝的，也不要薪水的去干，人家老板是不是愿意把所有的商业机密都告诉你啊？因为他希望你能给工厂带来生机嘛，反正是免费的。然后重点来了，一个人如何推开财富自由的大门呢？无论是马云、比尔盖茨、李嘉诚，还是我自己，或者是我身边的大佬老板，我们在赚第一桶金之前，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意象，你可以理解为灵感。就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或者是一个项目，我的脑子里面就会自动的视线的看见那个成功以后的画面。如果出现了这个画面，那我就知道这件事可以 go ahead。 但如果没有视线的看见这个清晰的意象，那我就知道我做这件事的话应该是没有结果的。据说修行越高的人，他们看到的未来就更远。比如说我大概能够看到半年到1年的那个刹那，但有的人可以看到3到5年的一个片段。这是一种感觉，不是每件事都会有。没有这种感觉的事呢，一般我都做不成，但有的话，目前为止都没有失败过。而且最后真正获得的结果呢，总是比我事先看到的画面更美好。所以如果你人生的这场戏想要达到最基本的不为钱烦恼的话，你必须要进入到能够看见意象这个状态。稻盛和夫发现，当时他在工厂里面每一天想的就是发明，不断的思考，然后就进入了忘我的状态，空灵的状态。然后他发现那些只会出现在他梦境里面的东西呢，慢慢的变得非常的清晰，最后他的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就消失了。他说他当时听到了，也看见了，他看见了这个材料应该怎么去布置。听到这里，我发现当初的自己也是这样的，而结果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、读书很笨的稻盛和夫，居然做出了世界领先的发明。然后他就拿了这项技术，在毫无经营和采集经验之下，27岁创立了金丝公司，52岁创立了电讯公司，这2家都是世界500强的公司，能做到一家就已经是千亿富翁了。而且这2个项目都是不同的领域的。然后他退休后在78岁大运出山，3年内拯救了日航。所以这里面有2个重点。首先，我们都是透过创业而修炼到这项技能的。在古代创业就要打江山，现在创业就要做生意。就是你会发现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，你敢也得去做，不敢也得去做。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呢，我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创业。因为创业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是老板，你干不成吃屎的人就是你，所以你才会上心，你才会有机会进入发疯投入工作的状态。但基本上打工永远不能达到这个状态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，上厕所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甚至看电影的时候，脑子里面都在想工作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你身边任何一件事或者是很小的事，都会让你联想到你的生意。这时候你的智慧之门就会打开，然后你就会看见异象。所以我认为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都应该创业。你可能会问，我已经过了创业最好的年纪，或者我还小，我能够创业吗？我不知道如何创业。又或者如果你有一项非常专业的技能，如果你有了家庭，你想要为他们提供更美好的生活，你想要你的女人买包包就买包包，让你们平时的嗜好就是去看房子，那么这些呢，在我们学员看来都是很小的事情。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，你绝对可以边旅行，然后钱自动的流进你的口袋。这方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了一个免费的教学，在里面我会告诉你如何只用一台电脑在1年内达到财富自由。我直接告诉你怎么做，做什么项目。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。出席的话，之后我还会送你本该收费的大礼包。那听到这里，具体该怎么进入这个境界呢？当年马云那些大企业家去拜访李嘉诚，向他请教做生意，大家想想就知道这里面花了多少钱。然后李嘉诚就只是告诉他们8个字：建立自我，追求无我。也就是说，李兄把这帮人忽悠了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李兄也是稻盛和夫的学生。所谓建立自我，就是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，
而追求无我呢，就是进入自己高我的状态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追求自己最高的可能性。稻盛和夫到底如何搞陶瓷到搞电讯呢？那时候的电话都是有线的，就是办公室的那种，没有手机的概念。而稻盛和夫就说，他看见了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无线的电话，他甚至看见了全日本人打电话的场景，连每个人每个月的账单是多少他都能看得见。然后他就创办了全日本最大的电讯公司，很夸张对吧？我们看比尔盖茨，当时的电脑叫做计算机，很大的一台，很贵的。然后比尔盖茨就说，他看见了未来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台计算机。再看看马云，当时大家都在逛街的时候，他看见了未来每个人在网上购物。当时所有的人都说他们是神经病，那结果呢？然后日航也是一样，稻盛和夫根本没有做过航空公司的经验，但他说他这次又看见了，他看见了我能够把日航做好，他才敢接这个案子的。那时候的他已经72岁了，但他终于搞清楚，如果你想要看到异象，就必须连接上我们体内的高我。当你可以连接上高我的时候，其实你做的所有事情你都可以成功，因为你根本不是在用脑袋去做事情的，而是用心啊。乔布斯告诉我们，他全公司最重要的不是会议室，而是他的禅修房。为什么马云要弄一个达摩院？为什么他要打太极？为什么马斯克要去冥想？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秘密，就是如果想要看到未来，就必须连接体内里面的高我。而如何连接高我呢？就是用心去想问题，也就是好久以前我们讲过的心想事成。活法这本书之所以值得去看，因为它真的记载了你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的方法。当时稻盛和夫就想，我能够看见未来，那别人是不是也可以呢？在偶然的机会，他接触了诺贝尔的科学家，然后很随口客气地问，你的发明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啊？然后这个科学家就说，突然间的灵感，突然间就看见了我应该怎么做了。然后他就去问第二个、第三个科学家，问了很多人，结果没有一个说自己的发明是思考出来的。他们都有一个规律，就是他们用脑袋去想的时候，就一直想不到。好像我们写作一样，你考试的时候，你永远不知道第一笔写什么，你越想尽快的写，你越想不到。但当你走神的时候，头脑一片空白的时候，一个灵感就从心里面冒了出来，你就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告诉你要写什么。而所有的科学家都是这样的，因为你走神的那一刻其实是入定了。再简单点说，当夜阑人静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是静下来的，所以你会发现晚上我们总是可以获得很多灵感，而这些灵感其实是来自我们的灵魂，来自我们高我对我们的提示。当我们的心静下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可以完全活在当下的。所以稻盛和夫就说，心不换，物不至，心不想，事不成。我们的灵魂就是来自我们的心。他认为即便是很平凡的人，只要让自己的潜意识的力量调动出来，就能够创造奇迹。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稻盛和夫让我们去想象一下，宇宙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，就像一个搜索引擎一样，你想要的所有知识，你根本不需要用脑袋去思考，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。而进入到这图书馆的方式，就是通过静心去连接上自己的高我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今天你想要知道如何创业，然后你在 YouTube 搜索创业赚钱，只需要1秒钟，你就会找到我扫地僧的影片，然后我就会给你答案。而且我这部影片只要上传到 YouTube， 哪怕我100年后去世了，但200年后的人还是可以找到的。而宇宙图书馆更厉害，乔布斯因为连接到这个图书馆，所以他突然有了灵感，发明了 iPhone。稻盛和夫当时想要研发镁橄榄石，但他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无法将镁和橄榄石连在一起，所以他一天到晚吃饭睡觉都在想解决办法。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智商，他是无法解决的。但有一天，他无意间踢翻了一桶石蜡，石蜡就瞬间粘在他的裤子上面，那这不就是最好的粘合剂吗？所以他就解决了这个难题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宇宙的图书馆会以这个方式给到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，而且一定会给。只要你每天日思夜想的都是这个问题，那你身边发生的一些事，比如说他踢翻了那桶石那瞬间，灵感就喷发了。有的人认为这是幸运和巧合罢了，所以就不相信，以至于他们就一直错过。我也很纳闷，你信一下又没有什么损失，对吧？但如果真的实现呢？
你瞬间获得成功。这投资回报率这么高的游戏，为什么不玩啊？心不换，物不至，就是说，只有自己内心渴望的事情，才能够将它呼唤到可能实现的射程里面。很多事情你念念不忘的时候，才会有回响。你所需要的所有一切，其实都在你的心中。佛在灵山，莫远求，灵山就在汝心头。包括王阳明讲的心学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心生万物。就是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可以干嘛的时候，你把心静下来，向内心去寻找答案。所以心的力量不但可以连接我们的高我，让我们看见未来，又或者带给我们灵感，最重要的是心想事成，也就是吸引力法则。我以前讲的很多人都不信。稻盛和夫小时候，他的家人都死于肺结核，他的父亲和哥哥冒着风险，毫不畏惧，就担起了照顾家人的责任，丝毫不担心被感染的风险。而只有稻盛和夫因为害怕，每次经过患病卧床的叔父家的时候，他都会捏着鼻子飞跑过去，但结果却是他父亲和哥哥都没有事，反而稻盛和夫就感染了，住进了医院。小孩嘛，每天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，其实真的是蛮大的折磨。直到有一天，当时住在隔壁的人呢，借给了他一本书，他看见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：所有的灾难都是我们内心吸引过来的，自己的内心不曾呼唤的东西呢，绝对不会来到我们身边。大家看疫情，那些小心翼翼躲在家里面，或者是被迫要去上班的人呢，全都中招了。而我这些大摇大摆的走在街上的人反而没事。所以稻盛和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这段话明白了，一味的恐惧和躲避疾病，最终反而把疾病招来了。墨菲定律说，你越害怕的东西呢，它就越有机会发生。这其实也是吸引力法则。所以从那一刻，小小的稻盛和夫瞬间的开悟觉醒，他完全明白了这世界的玩法，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由心造出来的。他认为全世界所有的大成功者，都是因为你满脑子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想着做这件事，这件事就一定会做成。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吸引力法则。第一步，向宇宙下订单，就是你在心里面默默许下心愿。第二步，相信已经拥有，就是你可以去幻想你获得想要的东西之后的画面，而且要100%的相信。第三步，满心愉悦的接受。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一个女朋友，那突然间有一个很好的女生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去接触她。我认为吸引力法则是最重要的。忘了可以去重温我之前的影片。那有人就会说，我一直想着创业啊，但就是没有任何想法。其实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意象，将来绝对是一个全民创业的年代。我看见的每一个人都会在 YouTube 或者是其他自媒体的平台分享他们的技能、兴趣，哪怕只是随便打游戏、拍 vlog， 他们的影片都会不断的为他们带来被动收入。刚才也说了，就算200年之后他们死了，他们的影片还是会为他们赚钱。那如果把一部影片分享到很多平台呢？那是不是每个平台都会为他们带来收入？那这就是自媒体的威力。哪怕将来是元宇宙的世界，自媒体只会越来越火，因为人类只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。而其实整个过程，你只需要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始赚被动收入了。当然，实际的操作没有那么简单。上传完了之后，怎么才能受欢迎呢？怎么才能把流量变钱呢？这些商业的机密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一定要走进我永久更新的创业商学院。里面我除了会把我对创业、营销、管理等等的大语术分享给大家之外，我还会告诉你做什么项目，怎么去实践，这些都是我本人亲自实践过得出来的数据。然后我会把这些总结为一个系统，因为我相信创业是一门科学，是可以复制的。我会协助大家思考如何把我这个系统套用在自己的身上。那现在加入，除了前期的优惠之外，还可以获得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。除了有我们团队解读的100本书，我本人还会不定期的举办财富自由课程。最重要的，人脉就是钱脉。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，里面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。大家除了可以互相分享资源和资讯之外，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想要获得中肯的意见，群里面的兄弟姐妹也有可能帮到你。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报名，我们会随着更新而取消前期的优惠啊。那如何才能发挥新的力量呢？稻盛和夫把这个秘密说了出来，就是活在当下。他做生意之所以这么成功，就是因为这个哲学。这里留意听了，真的很重要。外国人的语法有过去式、现在式，还有未来式。我们人呢，其实也活在这3个世界里面。
他做生意这么多年，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的企业做长期的计划。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信，这不是瞎扯吗？你没有长期的计划，谁敢投资你啊？但直到我自己做生意的时候才发现，我写过所有的长期计划书才是瞎扯，因为没有一个到最后是可以实现的。可能过了1年，我公司做的业务就变了。所以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能做的，而且是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把当下的每一天做好。这样你会发现，你未来自然也会变得非常的好，不需要计划了。而且你会发现，我们只要用头脑去思考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的头脑就会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或者是未来。一个人为什么会痛苦？因为他经常纠结在过去式里面。比如男朋友出轨了，那么其实你们已经分手了，已经结束了，但你还是会去回忆，那么结果就是你每回忆一次，你就被出轨一次，你内心就会承受一次被出轨的痛苦，然后很多人就活在过去里面出不来。那么你会发现，这类型的人呢，通常有2个结果，第一就是自杀，因为他天天回忆，他天天就受不了；而第二就是他找到了下任的男朋友，以为可以找个人减轻痛苦，结果还是被出轨了。刚才也说了，你负面的能量只会吸引到负面的人，你心里面想了出轨的男人，那么宇宙就会满足你，不断为你带来出轨的男人，然后不断轮回。到最后，如果你还是活在过去的话，那么你只能有一个结果，就是自杀。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，你买股票亏钱，那么如果你活在过去，你收市后就会非常的痛苦，然后你下一次还是会亏钱的。所以要从过去走出来，但也不要活在未来。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们人生里面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？大部分的人都会说是小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小孩是活在当下的。一个3岁小孩绝对不会因为昨天父母骂了他，而此时此刻还在痛苦，还没有走出来，然后更不可能说因为明天我马上长大了，要去读书了，就因为这件事的担忧。我们发现他永远都活在当下的这1秒钟，你这1秒骂了他，他下1秒又笑了，因为他完全是活在当下的，这才是最美的。无论是禅宗、道家、儒家也好，所有修炼到最高的境界就是4个字：活在当下。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真的，过去已是永远回不去，未来永远都不会来，这世界就只有当下。所以人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？稻盛和夫的回答是为了在死的时候，灵魂比生的时候更纯洁一点，或者说带着更美好、更崇高的灵魂去迎接死亡。所谓现世，是上苍赐给予我们提升心性的一段时间，是上苍赐予给我们修炼灵魂的一个场所。那提升心性还有磨练灵魂，需要进行专门的修炼吗？不用，我们创业就具有克制欲望、磨练心性、塑造人格的功效，所以创业就是我们最好磨练意志的方法。创业本身就是最好的修行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一事一业，拼命的努力，持之以恒，精益求精。那我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的灵魂就会自然而然的获得听话，形成厚重的人格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要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